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共五中全会前，朱镕基、王岐山露面了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新闻，我把它放在一起来讲。先讲朱镕基，朱镕基是10月23号，朱镕基92岁生日啊。那么苹果日报报道说，网上流传了一张这个朱镕基生日的照片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照片环境很像是在医院啊，很像在医院，因为等一下我来讲为什么我觉得像医院啊。那么朱镕基穿着红色的袍子，夫人劳安陪伴在旁边啊，有10多名医护人员啊，准备了蛋糕，好像是在唱歌，然后还在切了一片蛋糕啊。那朱镕基看上去精神还可以啊，但是他的儿子女儿朱燕来和朱云来就没有在啊。那么朱镕基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身体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他的问题应该是老年人的问题，不是那种这个疾病住院的问题。去年的7月22号，前总理李鹏去世，7月29号举病，朱镕基没有参加告别仪式啊。然后去年的国庆活动，去年是70大庆，有阅兵式，朱镕基没有参加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身体可能是不行的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活动，但是也有可能他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这有两种可能性啊。然后这个去年的9月28号，朱镕基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这个新生啊写了一个信啊，新生写信，他亲笔签名啊。这封信去年在网上流传出来，然后今年的10月18号，朱镕基还写了一封信啊，他最后在信里面讲，我因身体问题不能参加啊，就这样。那么经管学院是1984年成立的，朱镕基是第一任院长，然后他对这个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非常的重视啊，基本上每年都会要么参加，要么写信，反正总之就每年他都会表示一下，因为他的很多的部署都来自于这个学院啊，来自这个学院。这是关于朱镕基露面的新闻，我就讲这么多啊。然后就是王岐山是24号参加这个外滩金融峰会，他在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啊。那么讲讲他的内容啊。王岐山毕竟是主管经济嘛，我们还听听他怎么说啊。王岐山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未来中国经济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应坚持供给侧改革，继续扩大内需，更多的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需求牵引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那么他这个讲话呢，有2点啊。第一点，虽然他强调内需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提内循环啊，他没有提按照标准答案讲这个内循环，这个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结合的这个新的格局，他没有讲这个标准答案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李克强也没有讲过啊，李克强到现在没按照这个标准内循环的这个标准答案讲过。然后王岐山的这段新闻，新华社有报道，新华网跟人民网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啊。那么去年
去年11月21号，王岐山参加了什么呢？参加了北京的这个创新经济论坛。他在会上，他这个论坛上讲话，讲了一堆治理次字的这个讲话。然后今年主要的国事活动，在两会之前我们不说，两会之前基本上是停止的啊。5月份，王岐山出席了人大政协的活动，然后到了10月份，参加了国庆活动，然后是10月23号参加了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基本上重要的国事活动，王岐山都出席了啊，这是王岐山的情况。当然，其实最近发生了两件跟他有关系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10月2号，中央巡视组副部级的巡视员叫董洪啊，因这个严重违法，中纪委在调查。那董洪现年66岁啊，他原来是薄一波的秘书，2000年之后他就去了王岐山那里啊。王岐山在广东，他就去广东；王岐山去海南，他就去海南。基本上他是跟着王岐山走啊。那么外界一直认为他是王岐山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然后他在现在的位置就是巡视员的位置，其实是王岐山出任这个中纪委书记之后啊，他就开始做中央巡视组的组长。中办调研室第5组的组长啊，他是在现在这个位置是王岐山去中纪委之后，他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是一件事啊。董洪被调查，另外一件事就是任志强任志强是9月22号，北京市中级法院判任志强18年，判了18年，很重啊。任志强跟王岐山关系非同一般啊。原来任志强是王岐山是在中学的时候，王岐山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然后他们一直关系很好啊，他们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么按照中国的政治逻辑啊，那么如果这个政治人物他身边的亲近的人出了问题，意味着他没办法保护他身边的这些亲信朋友，那他的政治地位是不保啊。所以基于这2件事情，外界一直在传王岐山地位不保啊，这是传他的原因啊。那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这2件事，先说这个朱镕基啊。朱镕基在这个时候，朱镕基生日没得选啊，10月23号生日没得选，10月26号五中全会开啊，那么他生日23号没得选，但是他的照片有得选啊。这个时候他生日的照片流出来，一定是别有用心啊，别有用心。为什么？你想一下，这张照片一看，拍出去一看，这应该不是这个他的什么亲属拍的，这应该是医院的医护人员拍的啊。拍这张照片，那么是不是有好事者拍的呢？我相信不是啊，肯定不是好事者拍的，因为朱镕基身边的这些医护人员肯定训练过的，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不可能说朱镕基过生日我拍张照片然后自己发出去给别人大家看，这应该是可能性不存在。也就是说这张照片肯定是有人有想法流传出去的啊。那结合着五中全会，那这张照片意味着这个朱镕基他有看法、有想法，或者是有影响力啊。但到底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好说。为什么？他可以是给习近平抬轿子，也可以是给习近平压力，都不好说啊。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肯定这个时候这张照片出来是有政治含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王岐山。王岐山在海外是个热门人物啊，热门人物。这个这2年好像安静了一点啊，之前那基本上王岐山海外自媒体排山倒海啊，就声讨王岐山啊。王岐山是习近平非常重要，基本上是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没有王岐山，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习近平的天下有一大半是王岐山被他打下来。为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习近平没有这样的政治能力啊。习近平基本上他的一大部分的权力是王岐山通过他在中纪委的岗位帮助习近平建立起来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啊，这是第一个。习近平非常的依靠王岐山的，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手腕，王岐山政治手腕非常的强硬和毒辣啊，他是出手非常狠。王岐山是个这样的。就当年的 SARS， 王岐山去了北京，你现在看到的整个的中国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管控措施，就是当年王岐山在北京的样板，现在是照抄那个样板啊。基本上王岐山是铁腕人物。第二个，王岐山他有非常强的这种政治意识和他的柔软的身段。强手腕、政治意识、柔软的身段，所以王岐山才会有今天啊。那么王岐山帮习近平打下这个大半个江山啊，但是这2年王岐山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啊，渐行渐远。但是会不会王岐山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得罪呢？得罪了习近平，然后习近平要把它搞掉呢？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你可以看啊，过去一段时间，海外的自媒体啊，疯狂的攻击王岐山，这就是习近平对付他。习近平是用海外的这些媒体来对付王岐山，是敲打他啊！敲打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动不了他。比如说像任志强也好，任志强我觉得有特殊性，任志强是红2代，动任志强我觉得跟王岐山有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大。王岐山当然作为他的好友那王岐山可以保他，他也可以不保他。为什么？因为任志强跟习近平之间他们有私人恩怨啊。什么叫私人恩怨？就是任志强的这篇文章那把习近平给惹火了，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私人恩怨。那这种私人恩怨在这个私人恩怨之下，王岐山保不保任志强就不好说了啊。因为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好，但是大家要知道，政治上的影响，政治上的这个决定比他们私人关系在中国那大100倍。所以我不觉得任志强的事件反映了王岐山的地位，不一定啊，这个关联度没那么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董宏这件事情，那就是很典型的敲打王岐山，这就是要敲打完，不断的敲打。你看，这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习近平对王岐山是不放心的，所以定期要敲打他。但是第二点，习近平根本动不了他，或者是不能动他，或者是不想动他，因为王岐山对他还是非常重要啊。习近平自己从韬略的角度来说，习近平那他就坐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有点坐不住的，那他还是需要像王岐山这样的人帮他出点主意的。你看，比如说四中全会的机构改革，那就是王岐山的主意。王岐山给习近平出了很多坏主意，当然这些坏主意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帮助习近平建立更强大的权力基础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你定期会看到海外会有人出来骂一骂王岐山，说王岐山地位不保，这就是习近平对付王岐山的方式。但是你看王岐山也悠然自得，也没什么事儿，原因就是他也知道不会搞，他的地位他自己很清楚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次王岐山出来讲话，他可以其实王岐山出席这样的会议哈，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当然他亲自去不可能啊，因为疫情啊，疫情你可以看，基本上像这种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会出席啊。那么他可以选择什么呢？他可以选择书面发言啊，发一个书面发言就可以了。但是他不，他要视频发言啊，亲自发言，这就是高调了，这就是王岐山高调出席了。王岐山高调出席就是告诉大家我没事啊，然后人民日报、人民网、这个新华网摆的很重要的位置，它摆的它相应的位置了，基本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表明王岐山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降头，当然他们之间已经分道扬镳了，这没有疑问啊。他们之间分道扬镳的原因，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习天下跟党天下之争吧，啊，核心的问题是这个。大体上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看法。那么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开始播报一个我们叫下周大事前瞻啊。下周大事前瞻就是把下一星期即将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跟大家播报一下，因为这个还是会大家会了解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以后每周六啊，我都会选择在周六的上午来跟大家播报。那么所以我们前面的主题会稍微的选择一个没那么重的主题啊，那么前面主题稍微短一点，然后后面就进行下周大事前瞻啊。26号，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举行，那么会议主要议程主要是研究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啊，这是一个这个啊五中全会。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参议院表决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如果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通过啊，他在参议院表决啊，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比例就变成了6-3，那么最高法院会更加右倾啊。还有一个，印美举行2+2会谈，美国国务卿加上美国国防部长 Esper 啊，10月26号、27号访问印度啊，然后印度外长和国防部长就两个外长跟国防部长进行2+2的会谈啊，这很敏感，非常敏感。那么国务卿蓬佩奥其实是展开了他的亚洲之行，访问印度，访问这个印尼，还有两个国家啊。26号，日本召集临时国会啊，进行质询，接受党派质询。然后是新加坡和印尼开通绿色通道啊，绿色通道就是让商务公务啊，主要是为商务跟公务提供便利，就是因为他们两者因为疫情，大家都开始终止外来的访客，那么印尼跟新加坡建立一个绿色通道，就让这些你要是有公务有商务的话，你可以去申请啊，叫旅游走廊，叫 TCA 啊。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航空公司10月9号发生这个11起核酸检测阳性啊，就疫情啊。那么根据双方的约定中国民航从26号开始暂停这个俄罗斯航空公司飞上海的航班叫 SU208。当天孟晚舟再次出庭出席新一次的听证会10月27号就一件事，
金砖国家议会论坛在线举行。金砖国家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第6届议会论坛10月27号在线举行，俄罗斯是轮值主席啊。这种会议基本上就是浪费版面而已，没什么太大价值啊。10月28号，美国科技3巨头参加国会的听证会，脸书、谷歌、推特啊，他们3个公司的 CEO 出席10月28号美国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根据这个，那么这里面会讨论什么呢？隐私，主要是讨论媒体支配，就是这次这个叫什么？这次这个 New York Post 的事件啊。还有一个28号，还有一个是黎巴嫩和以色列10月28号就划定海上边界问题举行第2轮非直接谈判啊。10月29号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蚂蚁集团 IPO 啊申购啊。蚂蚁集团是前天中国证监会已经通过了他们的申请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开始进行 IPO 的继续。之前因为一些问题，所以它延迟了这个 IPO 的进程。那么前天证监会通过了，那也就是10月29号进行这个往上往下的申购，预计最快是11月上旬正式挂牌。那我印象是从今年过年一直传到现在，终于在11月份上市了啊，也是好事多磨啊。10月30号啊，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事情是第3届世界顶级科学论坛开幕，在上海举行啊，有61位诺贝尔得主和61位诺贝尔奖得主啊，还有什么图灵奖啊、菲尔兹奖啊、沃尔夫奖啊、拉斯克奖啊等全球顶尖科学家出席啊，搞这种活动。这种活动其实就是花个钱放个烟花，没有什么。就是现在中国喜欢搞这种活动啊，搞这种活动就是有点那种就万国来朝的那种感觉啊。陆金所10月30号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啊，陆金所也是好事多磨啊，也是搞了好久。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2020南昌飞行大会举行啊，那么南昌飞行大会将于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江西省南昌市瑶湖机场举行，主题是江西飞机飞起来啊，这跟我有点关系，所以我一定要念一下啊，虽然不是很重要。10月31号2020年世界城市日，世界城市日是中国提出来的啊，那么今年主场活动在福州举行。11月1号，日本取消对中国的旅游禁令啊，那么日本日本政府计划11月1号取消日本国民对中国、台湾、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12个国家的海外旅游禁令啊。我刚才这个题目是有点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日本大阪市居民11月1号就是否支持2025年废除大阪市进行投票，要废掉大阪市啊。以前投过一次，2015年已经投过一次，2015年的5月，把大阪市整编成5个特殊区，就把大阪市给拆掉啊，变成一个大阪都啊，把大阪变成5个特殊的区啊。那么那次投票就没通过，被否决。那么这次会再进行一次投票啊，
就把5个变成4个啊，变成4个特殊区啊，不知道会怎么样啊？那以后就没有大阪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英国推出新的财政支持计划，应对疫情反弹啊。这个疫情包括什么呢？包括薪酬补贴、企业留住员工啊，还有把原来的这个餐饮旅游减税计划延长到明年的3月啊。针对疫情的企业贷款期限从6年延长到10年啊。10月1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现场登记啊，就开始进行现场登记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11月1号开始，教育部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啊，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通过留学人员提供的国外院校或者科研机构的录取材料、国外颁发的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等等啊，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啊，就不需要再开这个证明了啊，其他就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下周大事前瞻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今天的主题就这样，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今天有网友在推特上跟我提建议，说我们的节目1小时太长啊，希望我能够缩短到半个小时至20分钟左右。那么之前也陆续有网友提出相关的意见，老实讲呢，1个小时的节目，甚至会更长的时间的节目，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成长是有影响的啊。因为很多人一看，哟，这1个小时基本上就不看了啊，很多人是会不看的，因为他没有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前面半个小时的内容，后面半个小时的互动啊，这个节目结构已经基本上成型啊。这个节目如果把我们的节目如果压缩到半个小时，那意味着我们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做我们的主题。15分钟的主题可以吗？可以，但是会略显单薄啊，略显单薄。那么互动15分钟肯定是不够的啊，因为互动15分钟那念不了几个观点和问题。所以我也考虑过很久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提得很好，很对。网上现在的这个传播模式啊，一般来说不超过20分钟啊，20分钟是现在网民比较接受的时间。但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节目形态啊，我还是很珍惜现有的这个模式，因为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网友能够坚持看，而且愿意看，所以我暂时不会改变这个节目形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最近推出了这个精彩片段和这个叫什么一周大事回顾啊，我们希望用这种模式能够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就比如说我没有看太长时间的节目，那我看个精彩片段，精彩片段我们通常5分钟左右，那我用短的时间能够把我们这个某个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也不错啊。那么如果你觉得有进一步看的必要，那我们精彩片段下面都有这个视频来源视频的完整链接，你就直接点那个链接，你就可以把这个视频重新看一遍，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暂时我们不会改变，好吧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OK， 好，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谢高喷色，谢谢依云，谢谢。观点：独裁者就是巨婴，无法接受批评，不愿直面现实，没有约束的权利，就是让这个巨婴不断的膨胀激素。
无法接受批评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政治现实。这不是独裁者无法接受批评，而是整个的舆论环境是不能有批评，或者说它不是批评的问题，它不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能有不同的声音啊，甚至不同的观点都不可以有。我们以前讲过啊，中共也好，所有的独裁政权、专制政权，他们都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统一思想。首先是统一思想，那么发展到现代，就除了统一思想以外，要统一资讯，统一资讯，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引领着整个统一资讯，所以我们就这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洗脑工程。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如此，包括传统的中国。你自己回想一下，罢黜百说，独尊儒术，这个行动就是统一思想，然后建立统一的整个全国统一的思想环境、言论环境啊，所有的异端邪说全部干掉。所以实际上，中国统一思想洗脑工程不是中共独有，其实整个的中国文化都是这样。其他的异端邪说进不来，活不下去，都是要围歼。在资讯没那么发达的时代，就是干什么？就是文字狱，用文字狱的方法铲除这个邪端异说。所以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洗脑工程，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共啊，就中国传统就有这种洗脑术啊，洗脑工程。所以这种洗脑工程，它不接受批评，不接受，就是没有批评的生存空间啊。观点：朱镕基支持习近平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抗议为主，但具体怎么抗议，目前看不出来。我觉得也是啊。朱镕基对习近平肯定不会支持，因为大家的政治路向完全是背道而驰啊。那么朱镕基推动的改革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基础，那么习近平的反改革其实反来反去就是反朱镕基跟江泽民当年推动的改革啊，所以我不觉得他是支持习近平。抗议不好说啊。提问：到现在我看过的中共文件，每个都说要提高内需，以因应外贸衰减，但是怎么提高内需消费能力，没有一个文件提出办法。如果要提高内需，现在中共应该能怎么做？好问题。中共最不擅长的就是刺激需求，为什么？因为中共一直是处于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它的生产力很低啊，一直生产力很低。生产力很低的后果是什么？无法满足需求。所以中共最擅长的是干什么？限购啊，限购中共最擅长啊，比如说发粮票、布票，那都是限购。房地产限购、限贷，这限制需求，中共非常擅长，因为他干了几十年。那么刺激需求，他就非常不擅长，因为他从来没有说我东西多到要刺激大家需求的地步。所以中共对刺激需求这个手段非常的迷茫。当年这个朱镕基时代也是刺激需求、刺激内需啊，当时也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主要是面临亚洲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面对刺激需求，朱镕基就做了几个手段啊，当然那个手段不是马上见效，是长远见效。第一个，取消货币分房，推动什么？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才有今天的房地产市场，这是第一个刺激需求。第二个，汽车消费啊，汽车消费取消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措施，推动汽车成为这个
支柱产业，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包括医疗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这都在做啊。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都是中基那时候推出来的。但还有一个假日经济也是那个时候推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什么国庆长假都是刺激内需的当时的一个应变措施。他有做了一整套的方案，这整套的方案慢慢的尾大不掉。其实那些改革是当时有一点权宜之计但是应该是后面的领导人不断的把这些权宜之计慢慢的制度化、优化，变成一个完整的市场制度，它才会长期发展。但是没有，但其实中融基搞完之后，后面就胡锦涛就基本上是就没怎么动没怎么动，就看着他往前走，很多问题就越来越演愈烈。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又到了要刺激内需的时候。中国内需有3个问题，3座大山。中国的内需上面有3座大山。第一个座大山，叫什么？低人权状况。低人权状况是什么？低人权状况就是福利很差，工资很低，就是其实剥削压榨。剥削压榨的后果是什么？老百姓很穷，哪里有钱去消费？这是最核心根本的问题。核心根本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很穷，他没有消费能力。6亿人1000块钱收入以下，那当然消费能力很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座大山。第二座大山，借钱，债务高企，大家都有借了很多的钱。我其实很多人把债一减，没多少钱，那你怎么消费？这还是债务高吃掉了大部分的可支配收入。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白领，我买了一套房，我一个月挣1万多块钱，不错了吧？可是其中8000块去拿去供楼了，那我剩下3000块钱，你消费什么？消费不了很多。所以刺激需求对这个什么呢？债务是个大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负担。政府应该理论上来说，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收了正税正税养廉，正税养政府你收了很多的税，你应该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品。公共服务品其实是一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政府你合法的存在，原因是什么？你向公众提供服务性，比如说医疗，比如说教育，比如说交通，比如说城市运转等等，很多政府要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品。中共的做法是什么？他把很多公共服务品商业化，他就不承担责任，他就跟你收钱，用收钱的方式提供服务品，他其实是卖服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的钱拿去干别的事情了，他没有钱来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品，所以他干什么去了呢？他给官员提供非常好的服务。中国的医疗资源80%给官员了，那剩下20%不够覆盖这么多人群，怎么办？你自己掏一大部分。所以公共服务，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就非常的差。当他公共服务非常差，他没办法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的话，那么老百姓还要拿出日常的开支去买这些应有的应该免费的公共服务。你比如说教育本来是免费教育，可是你在免费教育的同时，你的学位不够，学位一不够呢，竞争力就非常的强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大家送孩子去补课，一补课费用出来了。所以很多这一类的费用，你比如说本来我已经交了医保，那理论上我应该再去看病应该拿很少一部分钱，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政府从医保里面拿走了一大块给官员，那我实际上我要为我的医疗服务
还要继续支付一大笔钱，那意味着什么？意味我就没有更多的收入去消费啊，所以你没有更多的收入去消费的结果，内需就刺激不起来，原因就在这里啊。观点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中共的经济是美国赏给他们的。看看对比的俄罗斯，因为没有加入经贸体系和架构全球化的生产链，中共今天只会比俄罗斯惨。基本上是这样。也不能这么说啊，不能完全这么说。你说进门这件事情，美国做了一件就是让中国得意的一件决定啊，这件事情你说是美国给他的，这个没有错。但你是说中国的经济是美国赏给他的，那不对。为什么？那你就抹杀了千千万万这个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劳工他们做的贡献，你也抹杀了千千万万辛辛苦苦这个在每个环节当中付出努力的这些企业啊，是这些企业和劳工做的，不是中共做的。中共啥都没干啊，中共啥都没干，这些贡献都是来自于企业和劳工啊。观点：刺激需求得老百姓有钱才行，美国人都不需要刺激。疫情期间，我在奥特莱斯还看见不少排队等待进去购物的美国人，那网购就更不用说了啊。核心的问题是需求，你必须让老百姓有钱，老百姓有钱，他就会去消费，你放心，不用刺激，他都会去消费。你老百姓没有钱，口袋里没有钱，你怎么刺激都没有用啊。那有些人讲啊，这个你一看数据，中国老百姓应该很有钱啊，储蓄存款这么多，别忘记了，你平均出来的那是一少部分人有大部分的存款，大部分人没什么存款啊。那你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多么穷啊！我以前这个我们单位也好，我以前做生意也好，我们那些员工那真的是很穷啊，真的是很穷，那都是寅吃卯粮，欠债啊，一堆的。大家只看现在中国统计只统计什么？只统计银行的债务，有几个人能跟银行借钱？中国老百姓借来借去都是父母亲戚同学同事到处借钱，是这样的。那个债主要不是跟银行借的债，是这些背一屁股债。中国那些特别是那些低下阶层民工啊农民工啊，这些白领啊，那些就是基本的文员，没有一个不是一屁股债的，怎么消费？所以为什么淘宝那些淘宝上的那些借钱，什么白条啊，什么花呗这些借几十块钱几千块钱的这些小额贷款那么受欢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真没钱。情况坐标魔都雄安项目有多家国有设计单位参与，干了快1年了，至今拖欠工程款未付，这些企业叫苦不迭。当地有司说付款可以，先把公司注册地搬到雄安来。主管建设的领导是原来上海浦东区的徐匡迪啊，那就徐匡迪啊。去的时候黑发，干了2年，满头白发回上海了。徐匡迪啊，这是徐匡迪出的主意啊，雄安就是徐匡迪主抓的。后来把深圳市的市长调的去叫许勤，调的去雄安当主任啊。内业都说雄安是个巨坑，但是还得跳，大家坚持熬过去，因为谁撑不住就出局了。后续雄安项目也没得做了。要问我的意见哈，如果你还没破产，你就不要再接雄安的项目了，赶紧跑吧，去别的地方找饭吃吧，再往里面跳，那就不知道底在哪了。
观点有一天我在群里说我们是纳税人，很多人报以嘲笑和讽刺，嘲笑我是纳税表，我很诧异，他们不也是纳税人吗？为什么不去争取自己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反而嘲笑那些已经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人？慢慢才明白，中国就是一个大的神经病院，思维正常的人在普通眼里就是神经病。好吧，坐标上海，公司同事说他跟刚出生的儿子以后会拥有4套房子，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现在各居1套，小家庭各有2套，虽然都是普通公房，但地段还算可以。他确信今后儿子会过上富有的日子。请问王老师，这个情况会发生吗？再过20年可能是中国的普遍现象。网友说中国没有什么资产会一定一直是你家的。你看看昨天的冠生园，今天的平遥，别忘了产权70年，到时候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要钱就让你补低价，你想要房子就收回。而且现在房子质量也就是呵呵的，能超过30年就是好的。是这样，一对父母生了各自就是2个孩子结婚他们就买1套房，然后他们的父母家各有1套房，然后如果他们家境好一点，可能各有2套房，然后那些房子呢全部归这2个人，因为他们就有独生子女。那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还有1套房。这个现象不是孤案，这个现象非常普遍非常普遍。这反映了什么？你去看一下日本，我就想其实中国的城市当中最像日本的就是上海，而且日本人最早去上海投资，所以上海其实是很日化的一个城市就是日本的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日本就是未来的上海现在的未来的上海就是现在的日本。所以你看日本的房子值钱嘛，你想一下现在日本房子有没有人，你就要去日本，你想买房子，当地人都会劝你别买，租就好了。原因是什么？房子不涨，房子没法涨，为什么？没有需求没有增加，只在下降，它房子怎么涨？所以这个情况，你的孩子会不会富有？如果大家所有的孩子等上面的人都死了，他手上握着1套，我就说各有1套吧，加上4套，手上握着5套房。所有的孩子都握着5套房，所有的2口子都握着5套房，这市场是什么情况？所以呢，要买趁早吧，要卖趁早吧，你说呢？观点：王先生的乡土情节似乎不重，难得关心家乡南昌，我很喜欢这个说法。赋予我生机处即为故乡，赋予我公民权利的国家即为祖国。我当然关心我的家乡我不会在我的节目里面表达出来，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做节目做了1年，也就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表达一下那么乡情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我们每个人去怎么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叫个人身份认同，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我是谁，家乡是什么，我来自哪里这是有不同的定义观点：中国1978年以后发展主要2个因素改变：一，中共放权，原来什么都管，弄得一塌糊涂，反给老百姓搞，有声有色，这恰恰证明了中共不会搞经济。2，世界接纳中国，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对中国开放，非常正确，非常准确。情况王老师说文字狱，我今天看到微博上一个厨师教大家做扬州炒饭，被小粉红疯狂猛攻，说他抗美援朝纪念日做蛋炒饭恶毒影射，我瞠目结舌，这比大清都疯狂。现在中共的文字狱
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文字狱的集合。真的，中国现在的文字狱的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文字狱集合在一起还要强。为什么？因为中共现在用的是高科技的手段，对文字狱的广度深度远超中国历史啊。情况，新疆喀什封城了，就刚才突发事件，航班也停，我看到了啊，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我看到网上有说啊，说这个封城就没听说，只说发生了一些事件啊。喀什的警察、公安出来说，听我们不能传言传谣信谣啊。但是具体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封城我不知道。现在通常封城都是因为疫情，中共现在做这事情很熟练，发生一个案例、两个案例，马上封起来。封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对收缩啊这些事情很有经验，很有经验。情况，我下班后夜晚出去代驾，从8月份开始，明显餐厅人数少了很多，很多餐厅几十个餐桌，一天也就几桌消费，只有万达这类商场，这种非应酬类的几个人吃饭，100到200的稍微生意好一点啊。OK， 情况和情绪，报告一件百感交集的事情。爷爷最近去世，他年轻时加入铁路，曾经在韩战中修过中朝铁路。这几天国内热捧志愿军胜利，爷爷过去的单位居然找到家属补发入朝胜利70周年证书和归还过去的奖章，我们全家一片欢腾，说纪念爷爷打美70周年，真是佩服中共，明明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灾难，却彻底改写历史，调动民粹排外，亲人家国情怀被利用起来，民众即便平时有意见，却在战争之类的大事上彻底相信中共，70年几代人的洗脑根深蒂固。OK， 提问，王老师能否畅想一下，如果当初没有朝鲜战场，那碗蛋炒饭就说太子凯旋归来，怎么畅想？那可能中国是另外一个景象啊？为什么？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应该会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什么？大家想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1年，他手上已经握着所有的权利。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刘少奇被打倒，周恩来降服，邓小平靠边站大家知道啊。然后这个彭德怀被干掉，彭德怀早就被干掉了。彭德怀掌握军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然后党政军，你看一下当时最重要的几个人，最重要的是党是邓小平总书记管着党务，政是周恩来是总理，管着整个文官系统。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是赏他一个位置，因为刘少奇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所以奖励他当国家主席，也把他的名字写到了这个党章。刘少奇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主要的推手，他就是靠这个上的位置。然后是彭德怀因为打朝鲜战争，所以呢他也赏他一个国防部长，让他当国防部长，所以他军队他是有威望的。所以文革一开始，大家你把这些人一扒拉一看，其实所有的权都在毛泽东手里，林彪是他的铁杆，然后就是身边的江青这些人听他的，全部听他的，所有的权力跑到哪里？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一个内廷。那么为什么
邓小平发动毛泽东发动文革，无非是要夺权。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这几个人把毛泽东架空了啊。毛泽东架空是这几个人联合。我们讲，我不能说他们坐在一起开会，但是大家很清楚各自的位置嘛。把毛泽东架空，毛泽东到最后连文件都没得看，所以他翻脸搞文革，我重新打游击，我把你们干翻。其实他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林彪把这个位置一站上，军权一在林彪手里，毛泽东他是毛泽东铁杆，这些人都不敢动，就是摁在地上摩擦，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文革，其实老毛在第一年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权利，他为什么还搞下去？为什么要把这公检法全部砸烂，把这个国家砸烂？但是当时其实中共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叫什么？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那是中共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但是呢，文革在继续，文革在干什么？以前叫迫害老干部，就是把那些在位置上的这些当年打天下的老干部全部干翻。这反映什么？其实反映了毛泽东的心态，他已经不在乎这个国家了。他为什么不在乎这个国家？他儿子死了呀，能接班的儿子死了，毛岸英死了，毛岸青神经病，没有用，他的未来没有意义了，所以他把这个国家就往死里整。他其实是在后期完全反映了这种心态。所以如果当年不是一碗这个蛋炒饭啊，毛岸英还活着，或者是翻过来讲，当年，所以其实这个叫什么啊？哎呀，我这嘴边上那个谁，那个彭德怀，其实彭德怀要是真正有点政治觉悟，他把毛岸英留在身边，他虽然他说啊，毛岸英来，我把你留在身边，我保护你，希望不出事，但他还是没有政治觉悟。他哪能让他干这种事情？来，毛泽东让毛岸英去朝鲜战场，那就是镀金。你要知道，他是让他去镀金，镀金就是下去一下就上来，那就叫镀金。你直接放在里面，那不叫镀金，那就变成金子。彭德怀不明白毛泽东的想法，彭德怀应该什么？你来了是吧？好，我专门给你挖个坑道，安排一个排的人守着他，不能出坑道，1个月送回去，这事儿就完成了。毛泽东就会重重的奖赏他，结果炸死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那个恨讲又讲不出来，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把他干翻？原因就是个原因。所以如果当初彭德怀聪明点，有点政治觉悟，找个山，挖个坑道，就在他旁边，天天派人守着，1个月一满，马上送回去，中国的历史会重写，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们又我们是在超时吗？这个提问：我周围一些朋友靠信用卡倒来倒去过日子，目前信用卡逾期越来越严重，我想这会不会是一个暗的雷？非常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暗的雷，这不是暗的雷，这是明的雷，这是明的雷，不是暗的雷啊！观点：王老师不要压缩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积累，只会逞一时之快，不能有效的积累和知识结构。积累知识结构。感谢半年来王老师的辛苦工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价值观，重塑了我的知识结构。我没有时间看王老师的节目时，就会回头抽时间看。观点，好吧，千万不要改变目前的模式，全面播报，深刻分析，和网友互动是节目的特点和精华，是其他节目所不能比拟的。
短视频正好满足那些嫌长的节目需要，几方面都满足了。如果节目改短，我要哭了，好吧？我不会改啊，我真的不会改啊。观点：王老师能否开通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真心想通过打赏支持王老师的辛苦付出。我不想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想做的原因是你会不安全的，所以心没办法支付没有关系，来就好，参与就好。有钱出钱，没钱出人都挺好。我觉得大家来了，给我的支持，我做起来我就非常的高兴，我非常有动力，好吗？谢谢，明谢 John Snow， 谢谢 TT， 谢谢。其实只要是王老师擅长的题材，1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绝对不是问题，好吧？你是说我不擅长的节目就很不好吗？冬虫夏草，谢谢。希望王老师保持现有的节奏和形式，已经习惯了，谢谢。KDK， 谢谢，谢谢王老师，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自由雕塑雕塑公园 CA， 谢谢。王老师苹果加1 ，OK，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